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，今天我们来做奶黄馅冰皮月饼。馅料放凉需要时间，我们先来做馅儿。混合奶粉、橙粉和牛奶。如果奶粉出现结块，你可以先过一下筛。这三样很容易混合。然后放入剩下的材料：鸡蛋、融化黄油和糖。橙粉和奶粉先搅拌均匀之后呢，后面几样很容易就搅匀了，不会出现结块。倒入炒锅里，然后开小火，不要心急。刚开始的几分钟里呢，你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，但是它的温度在整体的慢慢爬升。突然你看到刮刀下面有一点固体，这个时候呢，它要开始凝固了，把火调到最小，不停的搅拌。从现在开始变化就会非常快了。变成固体之后呢，用刮刀这样子压一压，稍微大一点的颗粒呢就被压碎了。馅料炒好了，大概用了9分钟。这个时候的馅料状态呢，比最后月饼里的馅料状态要稍微软一点，因为它是热的，放凉之后呢会变硬，而且冰皮月饼本身就是冷藏之后才吃的。如果你炒出来的馅料软硬刚好，那么冷藏之后呢，馅料可能就会偏硬了。放凉到室温之后呢，冰箱冷藏，彻底冷却。现在来做饼皮，除了油以外的所有材料混合。搅拌均匀，全是淀粉，很容易搅拌。倒入小碗里，上锅蒸，盖上小盘子，防止水滴进来。中小火蒸25分钟。趁这个功夫炒一点糯米粉，不需要多，2大勺。最后压制月饼的时候会用到。小火炒5分钟就好。蒸好之后取出来。倒入油，你蒸之前放油也可以啊。用刮刀切开，散热快一点。放凉不烫手了就可以揉它了。把碗底的油也倒进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全程戴手套了。揉一揉呢，这个饼皮的感觉就出来了。你捏一下，它就定在那个形状，你就知道后面压花的时候呢，一下就能定型。当你把油都揉进去之后呢，面团也就揉到了。你看它的质感变得非常均匀。现在你可以上色。我用的是甜菜，冰箱里放很久了，已经有点变蔫了，刚好它的颜色比较浓缩。擦丝，几滴甜菜汁就够了。有人认为甜菜是红色的，其实它的颜色是紫色的。分割成小面团，每一个是20克。我给你的分量除去损耗，可以分割出16个饼皮。馅料也放凉了，你看完全冷却之后的馅料比刚刚炒出来的馅料要稍微硬一点点。这个时候馅料的状态呢，是你最后吃到嘴里的软硬程度。
每一个馅料是25克。滚圆，馅料的分量刚刚好，也是16个。馅料和饼皮都准备好了，我们来包月饼。先滚圆，然后再手心压扁。现在呢，还不需要用到熟糯米粉，戴上手套完全不会粘手。不需要特别大，跟手掌心大小差不多。放上馅料，这个馅料比普通月饼馅料要软一点，轻轻一压就变形了。但是不要紧，包月饼的过程中呢，你的力量是用在饼皮上的，把饼皮轻轻地压下来。再转过来之后呢，月饼已经快要包好了，直接用食指和拇指收口，手指基本不碰馅料，一个月饼就包好了。这个是50克的模具，模具使用之前呢，也沾一点薯粉。你不需要压每一个月饼之前都给模具沾粉，如果感到有点粘了，再给模具刷粉。包好的月饼也沾一点薯粉，然后拍去唾余。轻轻地搓细一点点，放在烤盘纸上，封口朝上。封口地方的饼皮呢稍微厚一点，我们用它来压花。稍微给一点力量，但是不要停留太久，马上提起来，月饼完全不会粘模具。新鲜做出来的月饼，冰箱里稍微冷藏1-2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我们切开一个看一看，饼皮和内馅都非常的软糯，馅料很香，奶味十足。饼皮的厚度刚刚好，均匀的包裹在月饼的周围。冰皮月饼没有经过烤制，也就是没有消毒的过程，它在室温下很容易变坏。吃不了的月饼呢，放到冷冻室保存。冷藏室的温度对淀粉类的食物不是很友好。月饼饼皮全是淀粉，它很容易老化变硬，所以不要长时间放在冷藏室保存，最好也不要过夜。吃的时候呢，再拿到冷藏室解冻。你看这个月饼已经冻得很硬了，解冻之后呢，我们来看看它的效果。冷冻对馅料完全没有影响，吃不出来区别。冷冻之后的饼皮呢，没有新鲜做出来的饼皮那么的软，但是口感依然软糯，月饼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月饼这么美，不知道月宫里的嫦娥是不是也想尝一尝呢？祝各位平平安安，圆圆满满。我是小高姐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